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巴特菲斯，我是小阮。之前跟大家分享了比较复杂的示范，我们这一次来分享基础上色的原理，包括平光以及亮光。我也会在未来的影片里示范白色背景的麦克笔技法。我这次的基础示范会分成3部曲，首先以白色麦克笔纸示范，再回到有色牛皮纸示范。首先介绍麦克笔纸。麦克笔纸的特色呢，在于背后有塑胶的薄膜，可以防止麦克笔墨水的渗透，也可以利用累积墨水达到混色渐层的效果。在这里我们有3组几何造型，以及稍微比较复杂的车子造型。第一组会以灰阶平光的方式上色，再来是白色环境的亮光，以及有色环境的亮光。首先，平光要考量的是光源及光的方向。我会将所有的造型以立方的3面来拆解，并将明暗分为1、2、3。比方说，这里预设的光源是由右上至左下，而且光是比较靠上方，因此立方的上面是1，右边的立面是2，而左边的立面是背光，所以是3。1的部分呢，就直接留白。然后决定最暗的灰阶色，然后再选择中间色。圆形也可以这样子来操作，用1、2、3的方式来决定明暗的上色。一样的光源，右上方的范围为1，它的周边为2，那再来是3。到了靠近地面的地方会抓到一些地面的光，因此这边会以2来做收边。柱状体是球形和立方的综合体，上面的平面跟立方的上面是一样的，立面是弯曲的，跟球体雷同，因此我们用同样的1、2、3的方式来决定明暗的分布。再来是汽车造型，我们将造型的曲面呢来做不同方向的拆解。所有面对上面的是1，面对右边的是2，面向左边背光面是3，然后上色。再复习一次。挡风玻璃因为是斜的，所以决定以 1.5 的色调来上色，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决定复杂造型的阴影明暗。再来是亮光，亮光要考量的除了平光的光源外，还要再加上环境的反光。这里来举例，这个零件的表面是平光的，一般而言，我们可以以2种的方式来达到亮光的表面。一是透过材料的抛光，但这不适用在这个例子，因为这一层平光呢是涂料，如果一打磨下去，涂料就会被磨耗，所以可以用喷涂透明漆的方式呢来达到亮光。我们这边以水来做示范，涂上水的表面多了环境的反光，因此从平光变成亮光的表面，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理解亮光的效果，就是在平光上加上环境的反光，它就是亮光了。首先将平光的上色法复制过来，但这组是以全白色的环境为考量，因此在上麦克笔时，我会预先在有环境反光的地方留白。
这边解释反光的原理。由于背景的颜色呢是白色，因此距离背景比较近的地方会反映白色的反光，而离眼镜比较近的地方会保留物件的原始色，因此形成了渐层。在球形上，球的边缘距离背景最近，因此会有白色的反光形成的边缘。柱状体也是，上面有平面的渐层，而侧边如球形一样，边缘有白色的反光。同样的原理运用在车子的造型上，因为侧边的门板是往下收的曲面，因此靠近地面的时候呢，会有白色的反光，而上面靠近背景的部分一样会有白色的反光。再来，地上产生的影子也会形成反射的影像，因此我们以镜面的原理加上影子的反射。另外，我们可以在环境中加上其他的视觉元素，故意制造反光的效果，增加亮光的视觉效果。第三组也是亮光的示范，但是我们这一次要预设的环境的条件，不是全白色，而是有颜色的沙漠。沙漠环境呢，是汽车设计手会常用的一个情境，因为天空的蓝色和地面的咖啡色形成强烈的冷暖的对比，所以本来白色的反光呢，我们就用蓝色以及咖啡色来做取代。首先，我们一样将平光的上色法来复制过来。记得在反光处先留白，地面的反光处加上咖啡色，而天空的反光色以蓝色来上色。同样的原理运用在其他造型上，只是我们现在因为曲面方向不同，而有不同颜色的反光。最后，我们一样可以在环境中加上元素，来制造更多反射的视觉效果，来加强亮光的效果。希望各位对于平光、亮光有一些小收获。那因为这只是一个快速的概论及示范，我们在未来会针对这个主题呢来做更深度的解说。接下来还有色背景的应用示范，大家敬请期待。我们下次再见。